不知道大伙小时候有没有接触过三国系列 IP 的游戏？还记得我小时候就贼喜欢玩真三国无双系列，爽快割草又不用动脑砍就是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对三国系列的游戏挺感兴趣的了。三国无双系列玩完之后就尝试一下当时很多人在玩的《三国志·曹操传》，也算是我最早接触的一批战棋类游戏了。这游戏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已经有点烧脑了，不过倒是也玩得明白。直到接触了《三国志》系列，升级成建，攻打资源地，慢慢发育自己，然后扩大领土，还要和其他城市外交。虽然那时候玩都玩不明白，但莫名的就很上头。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SSG 游戏啦。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啊？前几天我刷到了一个三国的游戏视频，叫什么《三国谋定天下》，说是6月份就要公测了。看游戏内的画面是真的让我想起以前玩《三国志》的时光，而且游戏 CG 看着也做的挺精细的，就是不知道具体玩起来怎么样。在我印象里，大部分 SSG 游戏都是让你去干资源、去打架什么的，希望别是一个又干又氪的游戏吧。那你懂我的。作为 B 站的奋斗类人，这回让我现在来好好评价一番。那我这边也是要了一个测试资格啊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。开局先是一段 CG， 让我们选一个州作为根据地，那我们直接写系统推荐的青州好了，然后就是新手教学。等会儿怎么还有职业的？青南就是奶妈吧？私仓能产粮，那应该也很重要。发现了敌人的自动车，选择断期粮道还是火烧粮仓？那我肯定写半路截获，截到粮食直接拉回我的营地里充公，岂不是邀功的好时机？攻下城市之后，让我们选一个职业，我们就选骑左吧，能放火，能放陷阱，还能伪装成敌方友军，看起来挺有意思。我们的冲击波王朝即将成为这天下的一颗星星，跟着引导抽个卡配了个队，然后开垦农田了。资源在这种游戏里非常重要，那我们得先把这些能产资源的地都给升级一下，然后就是跟着新手指引招兵买马造建筑。对于我这种 SLG 新手来说还是挺友好的。我之前玩 SLG 游戏很多时候就是不知道第一步要做什么，先到什么东西比较赚，这里直接跟着教学来就行了。教学结束，终于该抽卡了。20发保底出金吗？那金应该挺容易出的吧？现在几发试试水，出了3个金角色和2个金战法，这个战法就相当于是角色的技能了，还行，一队直接全金色了。再去开垦一下资源地，不是战斗只能看双方血条打架嘛？那我抽到的技能要怎么看它放没放啊？哦，原来回放藏在这儿，在这里才能看到战斗画面，能详细的看到是怎么战斗的，哪个技能打多少血什么的。看一下我的职业能干些什么，可以直接获得钱，或者消耗钱，或者资源。那前期发育还是挺舒服的。这游戏升级建筑材料消耗的有点多，一下子就花完了。火锅、假扮队友什么的要天赋点解锁，获取天赋点就得去打这个军演，直接让他们互碰就行了。每打赢一关就能提升每小时收获的资源数量。出城看一下周围有什么农田、矿产、石料厂之类的资源地，打赢这块地之后，在这块地待上1分钟就能占领。我印象里其他 SLG 游戏好像战掉花挺久才能拿下的，这里改成1分钟还挺省时间的。发育了一会儿之后，繁荣度也达到了7000多。不过这玩的有点没意思啊，一直在自己发育。哦，这里有个同盟系统，可以找个盟会加一加，跟别人一起玩。我直接申请，这样就可以开混了。这游戏不能随便签城，如果同盟占领了一个城池，就可以把自己的城池挪到同盟城池的附近，还可以共享盟友的资源，所以加入同盟还是挺重要的。这是什么？蛋贼逐寇，加入同盟后即可参与，左下角多了一个号角图标，点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原来是组队 PVE 嘛，那我们随便加一个队伍试试。OK， 我的队伍自己动起来了，走过去要3分钟嘛，跋山涉水就是为了打个小贼，不过的确是有点出征的感觉了。到了队长的地方之后，就由队长控制去讨伐贼寇了。让我看看怎么个说法啊？1秒钟就打完了吗？给我发了个邮件，里面有一堆讨伐完之后的资源是挺多的，但没有别的战斗新东西，还是有点失望的。但这玩意应该算是个日常吧，1秒结束，想想也挺好。这游戏的主战场应该是公测之后的同盟 PVP 工程之类的，毕竟我还有什么火攻伪装的技能还没用过。把任务说我们的资源拿去抽卡，现在2队也是全金了。虽然2队现在没等级没啥用，不过这个练兵营可以攒经验，给落后的队伍升级，所以后面能赶得上。而且这游戏有无损换将，就是说你后面抽到了更好的角色，可以随时把新角色和你现在的主力交换练度，这点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没资源，你还是得老老实实挂机等收益。我现在就想开垦一下8级的资源地，但老是差一点血皮被反杀。哎呦，等不了了，我他妈的直接开课啊！200抽砸下去，拿到了8个金角色和8个金战法，共计16个金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个池子里捞到了想要的张角、张宝、张良3兄弟，直接放1队。看这3兄弟的羁绊，战斗前2回合3兄弟的主动技能触发率提升8%。好像也不是很稳的样子啊！不管了，装备技能加也都升级一下，把刚才卡住的关卡再推一遍，直接多推了5关，再去开垦一下8级资源地。就你打我到是吧？冲！不是，怎么还是打不过啊？我这3兄弟的羁绊感觉一坨啊！上当了，这游戏氪金好像没那么重要，都是一天天积累资源发育才打得过。那先让我挂个机，晚点上线玩。
今晚上线的时候看到有份邮件，我们同盟终于开始攻城了嘛！出去吃了个饭回来了晚了一点，差点没赶上。如果早知道今晚要打架的话，可以提前点个预约集合，到点它会自动派进去，这样就不用多点上线了。到了目的地之后，发现我们的友军已经开始拆城门了，打得这么快吗？小兵都没给我留一个，我也是我的火攻的，没办法，我们也跟着拆好了。这画面的确让人有点热血沸腾的味道了。后面还有几个投石车在丢石头，既然已经没有守军了，那我们直接挂在这里拆就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不是我挂了10分钟，回来看怎么城门还是这个血量，我去，我一刀才砍300血嘛，这刀可是有3分钟的 CD 呀，这城门有20万血，这要砍到猴年马月啊，刀都给我砍成棍子了，难怪有朋友一直在喊有没有选了天宫职业多造点投石车，这人上去砍根本砍不动啊，我们这才3、4台投石车工程车根本拆不动，而且你在部队攻城的时候会消耗你的粮草和兵力，跌到一定程度伤害就会降低很多，想要补充就得回营地补，但营地隔着108000里，我刚才走过来活走了50多分钟。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个43弄个自重车运粮食来同盟大营，结果我们同盟全是齐左正军啥的，都想着打一下，没一个实残，但我都饿着肚子在砍城墙，伤害低的要死。不过这样设定是挺有古代打仗的感觉，难怪说6大职业要相互配合，缺一个都难受。打到工程结束，城门还有1半血，我直接麻了，合着我过来就砍石头的，但没关系，大城拿不下，那我隔壁还有个小城，免战期终于结束，接下来就让你成为冲击波王朝的第一个牺牲者吧，直接对他发起攻城。这游戏的攻城是需要相连的地方有自己的地盘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铺路一步步站过去。好在这游戏有自动铺路的功能，省去了我们去操作的时间。和刚才攻打城差不多，直接开始砍城墙了。城里面的部队被我站起来一刀做掉，但1到300打的还是有点慢。我们直接把主城升到8级，接住4个部队，编好队伍直接全军出击，4个队一起上去砍，他城调研速度很快，只剩15血了，任你插翅难逃，拿下！哼，它只是我们冲击波王朝的第一步罢了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冲击波成为天下第一。那么，现在就是本期的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点赞关注啊，持续更多有趣的视频。那就这样吧，我是丁，我们下期见。